中国高铁负债1兆美元，崩溃！怎么中央广播电台也是报一模一样的新闻呢？原来是《华尔街日报》啊，中国高铁总里程数即将破3万英里，时距需要这么多吗？以台湾做比例，台湾的高铁站还比人家多台湾从北到南，南港、台北、板桥，我们先姑且算作这是台北的站，桃园、新竹、苗栗、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台南、高雄，台湾有10站，所以就是看起来有重复建设，每一个站能够分配到的人口下降，车站的使用率下降，但事实上它能服务的人群在上升，凸显中国不够现代化。反向的，我美国没有落后，对中国就算现代化了，也是负债生动，所以它未来不会这么现代化，它现在的现代化只是一种假象的现代化，说的好像你美国都没有债务，美国10月21号的债务来到了35.77万亿美元，可是不要担心，中国高铁快要崩溃啦！就算现在亏，未来就一定会亏吗？当然可以批评啊，但是批评归批评，要从实来讨论。如果它能持续的成长，那就代表说它在未来它是有机会继续的减少它的亏损，就好像反正我美国先讲它不行就对了，先讲先赢。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马来西亚华侨日报报道说，承运的中国高铁集团债务已经直逼破纪录的1兆美元，中国高铁傲视全球，却恐沦为巨大钱坑。结果刚好又翻到中央广播电台，民族复兴不容置疑，中国年刷数兆盖新高铁，营运惨淡，已堆出创纪录负债。怎么中央广播电台也是报一模一样的新闻呢？我就仔细的看了一下，哎呀，新闻引据《华尔街日报》、日经亚洲评论，原来是《华尔街日报》啊。然后呢，我接着就继续的去搜寻中国高铁债务结果你看跳出的都是什么搜寻结果？长度可绕帝国一圈，中国高铁烂建陷入28兆钱坑，民族复兴不容置疑，就刚刚这一篇大纪元，你看自由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就是民进党政府的官媒再来呢，大纪元新闻网，中国高铁沦为巨大钱坑，营运惨淡，幽灵车站处处，所以有20几个幽灵车站新唐人电视台，中国高铁营运里将破3万英里，营运惨淡，负债创纪录，荒废盲目扩张债务。所以你看轮系媒体占据多数，然后再来连 Line Today 都有，中国高铁从基建狂魔神话变成诅咒。结果我看了一下，不对这个新闻是2天前的，怎么再翻一页就跳到了5月的时候了？中央社5月的时候也报过一次，而且还5月9号，隔了一段时间呢，中国涨价高铁票，凸显地方在台高主已没钱补贴。然后呢，纽约时报，中国主要高铁涨价，凸显债务危机深重。信传媒8月的时候，26座高铁站荒废，中国国铁债务直逼9000亿美元，被迫调价20%。最好玩的是，就连中时都出这种新闻傲视全球民族复兴与进步象征，中国高铁恐沦为巨大钱坑这是中时的中时的报道中国时报中国近年来最受瞩目的基建项目呢，无非高铁莫属了，也是呢中国足以傲视全球进步象征但是呢，因为工程面临规划不当困境，逐渐沦为一个巨大钱坑，承运中国高铁集团的债务已经逼近1兆美元那它到底是什么呢？原来是《华尔街日报》。那你如果把《华尔街日报》呢丢进去搜寻中国高铁呢，还真的找得到一篇报道原来源头是在这里中国高铁总里程数即将破3万英里，时距需要这么多吗？中国高铁是世界上最大的公共工程之一但也变成一个巨大的资金黑坑将建设1万英里的高速铁路这是习近平，因为中国高铁作为习近平非常标志性的一个象征所以呢，当然把它拖出来打一打。然后我们来搜寻一下中国高铁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高铁铁路情况，这个是2024年1到10月比如说呢，铁路运载量上年同期增加了12%，这个上年同期就是说跟去年1到10月相比，总共运了35亿人跟去年同期相比31亿人又成长了12%，只有货运略的下降但是这个在合理波动之内固定资产投资的是在6351亿元。其实它所有的报表都是对外公开的，你都可以去查，我觉得也没什么难查的崩溃什么就算现在亏，未来就一定会亏吗？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现象，就好像反正我先讲它不行就对了，先讲先赢。那你看其他都不准，你看《华尔街日报》，《华尔街日报》的主要就在讲什么了？就是要说中国的高铁雄心勃勃，快速扩大，
但是对比起美国，看起来是一个先进的建设，是习近平的标志建设之一。但是呢，我美国没有建成几个，可是不要担心，中国高铁快要崩溃啦。他们要建立自己的信心嘛，对他们来讲凸显中国不够现代化，所以反向的就是我美国没有落后，所以中国就算现代化了，也是负债深重，所以它未来不会这么现代化，它现在的现代化只是一种假象的现代化。而至于美国呢，美国早就现代化了，看起来现在美国的现代化已经落后于中国的现代化，但是呢，事实上美国的现代化呢不像中国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是基于举债上面的假象，说的好像你美国都没有债务根据最新数据，美国10月21号的债务来到了 35.77 万亿美元，美国现行 GDP 不到30兆了，但是债务呢已经来到了35兆多，而且我跟大家讲，这增加有多可怕，你知道吗？美国的债务到了2019年12月31号的时候还没有突破25兆，结果呢一直到2024年不到5年的时间美国的债务就从不到25兆砰一下加了10几兆5年的时间所以中国的高铁有没有一部分重复建设或者是浪费建设的状况？不能说没有，但是你要想以台湾做比例尺比如说我们比较熟悉的漳州、厦门、泉州、莆田、福州、宁德、温州就出福建了嘛，这一条线下来台湾的高铁站还比人家多台湾从北到南有几个高铁站？南港、台北、板桥，我们先姑且算作台北的站，桃园、新竹、苗栗、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台南、高雄，台湾有10站。所以我只是要跟大家报告，就整体的建设对其他国家来讲，你会看起来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投入，而且你会觉得不可思议，这站点也太多了吧？可是这些外国人都低估了一个问题当你的站点盖的比较稀疏的时候，看起来没有重复建设跟浪费的感觉，可是呢，事实上你这个高铁真正的能量就发挥不出来了。什么是高铁？定点、稳定、快速。那如果要这样，你的站点就必然会持续的加密，那你每一个站能够分配到的人口当然会下降。看起来是车站的使用率下降，但事实上它能服务的人群在上升了，因为它要做的事情是要把整个中国的人口都纳进全国的交通干线网络，以高铁作为核心来串联起来。所以你这个高铁站运用率不好，上座率不佳，可不可以？当然可以批评但是比较从实来讨论。如果它能持续的成长，那就代表说它在未来它是有机会继续的减少它的亏损。再来高铁其实世界上大部分地区是这样，主要还是要靠土地开发带动它的收益平衡中国高铁还有一个点是减碳减碳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减少长途车的运行这个也是很重要的。